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故事，是我们红娘工作室的一位客户慧玲。她今年32岁，是云南姑娘，5年前通过我们介绍认识了台湾的阿明哥，现在已经是一个5岁小男孩的妈妈啦。慧玲前2天特意来找我聊天，说是要跟我分享她在台湾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关于教育方面的体会。听完他的分享，我真是感慨万分。这不，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丽姐，你是不知道啊，慧玲坐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端着茶杯侃侃而谈。我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总觉得咱们的教育已经很不错了，孩子从小就要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才有出路。可是来到台湾这几年，我才发现，原来教育还可以这么轻松快乐。慧玲告诉我，她家小朋友现在上幼儿园大班，每天早上8点多去上学，下午3点半就放学了。最让他惊讶的是，幼儿园里根本没有写字课程，也不教英语。孩子们每天就是玩玩具、唱歌跳舞、画画、户外活动，偶尔认识一些简单的注音符号。你们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吗？慧玲说到这里特别激动，这边的幼儿园完全不允许超前教育。要是被发现老师教小朋友写字算数，家长们都会去投诉，真是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听到这里，我忍不住问，那小朋友学习成绩不会落后吗？慧玲笑着摇摇头，丽姐，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了。台湾这边的教育理念是让孩子快乐成长，特别重视孩子的天性和兴趣。我观察周围邻居家的孩子，虽然幼儿园阶段都是在玩，但到了小学一样能很快掌握该学的知识。他接着说，而且你知道吗？这边的家长完全不用操心孩子的课外班。我住的社区，放学后到处都是小朋友在公园玩耍，家长们三三两两坐在一起聊天，看着孩子们追跑打闹，特别温馨。说起这个，慧玲特别感慨，以前在大陆的时候，周围的家长恨不得给孩子报满所有特长班，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是来到台湾才明白，教育不是比赛，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节奏。听着慧玲的分享，我不禁想起前段时间另一位去台湾的客户跟我说的话，在这里，快乐教育不是一句空话。确实，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和能力，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分数。慧玲还告诉我，台湾的教育特别重视生活教育和品格教育。他儿子的幼儿园每周都有不同的主题，比如环保周、感恩周、手作周等等。孩子们在游戏和活动中自然而然地学会了爱护环境、尊重他人、独立思考。最让我感动的是，慧玲眼睛亮晶晶的，老师从来不会用分数或者排名来评价孩子，而是用鼓励和引导的方式。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个体，都值得被尊重和关爱。这番话说的我都有点热泪盈眶了。是啊，教育不应该是一场没有终点的竞赛，而是要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慧玲又给我讲述了她在台湾看到的社会福利体系。丽姐，你知道吗？台湾这边的教育补助特别到位，我家小朋友从出生到上幼儿园，政府都有补助。现在上公立幼儿园，每个月的学费也就2、3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600-700块，真的很亲民。而且这边的教育资源分配特别均衡。慧玲继续说道，不像咱们大陆，总是在抢好学校、好老师。这边的每所学校都差不多，师资力量都不错，硬件设施也都很齐全。家长完全不用为择校的事情发愁。说到这里，慧玲特别提到了台湾的人情味。你们是不知道，这边的老师对孩子特别有爱心。有一次我儿子感冒发烧，老师不但细心照顾，还专门打电话告诉我孩子的情况，叮嘱我带他去看医生。这种温暖的感觉真的让人特别感动。听到这里，我忍不住问，那高等教育呢？台湾的大学现在怎么样？慧玲立马来了精神。哎呀，丽姐，说到这个我就更有感触了。我老公就是台湾科技大学毕业的，现在在半导体公司工作。这边的大学教育真的是太棒了。原来台湾的大学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学校跟企业有很多合作项目，学生在校期间就有很多实习机会。而且课程设置也很灵活，不会死板地按照教材走，而是根据社会需求和学生兴趣来调整。最重要的是，慧玲强调说，
这边找工作完全不看年龄。我认识好几个40-50岁的阿姨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企业更看重的是你的能力和态度，而不是年龄和学历。说起就业环境，慧玲更是赞不绝口。台湾这边的职场文化特别人性化，下班时间就是下班时间，不会像大陆那样加班加到晚上很晚。而且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很和谐，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真的很温暖。最神奇的是，慧玲笑着说，这边完全不需要靠关系，只要你有能力，该你的机会自然就来了。我老公就是靠自己的实力一步步往上爬的，从来没有找过人托关系。听着慧玲的分享，我不禁感叹台湾教育和就业环境的优越性。难怪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去台湾读书工作。不过慧玲话锋一转，又说起了她观察到的台湾科技发展。你知道为什么台湾的科技产业这么发达吗？慧玲说，就是因为他们特别重视人才培养。大学里的研究经费很充足，教授们也都很有干劲，经常带着学生做项目发论文，而且产学合作特别紧密，学生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直接就能用到工作中。慧玲还告诉我，台湾的创新创业环境也特别好，政府有很多扶持政策，创业资金也相对容易申请。现在我们社区就有好几个年轻人自己开公司，做的都挺不错的。而且台湾这边特别重视终身学习。慧玲继续说道，你看我们社区的图书馆，每周都有各种讲座和课程，什么电脑培训、手工艺、插花、烘焙，应有尽有。最棒的是全部免费。说到这里，慧玲的眼神中充满了憧憬。你知道吗，丽姐？我现在每周都去参加社区大学的课程，学习一些新技能。我发现在台湾，活到老学到老真的不是一句空话。让慧玲特别感动的是台湾的养老环境，这边的养老院都特别人性化。她说，我婆婆就在附近的养老院工作。她说现在的养老院就像度假村一样，有专业的护理人员、营养师，还有各种文娱活动。老人家在那里过得特别开心。最重要的是，慧玲强调，这边的医疗保险特别完善，看病很方便，费用也不高。我公公前段时间做了个小手术，基本上都是健保给报销了，自己没花多少钱。听着慧玲滔滔不绝的讲述，我不禁感叹，看来你是真的爱上台湾这个地方了。是啊，慧玲笑着说，刚开始来的时候还有点不适应，现在是真的爱上这里了。这边的生活节奏慢一些，但是品质特别高，大家都很有礼貌，做事认真负责，社会秩序也很好。最让我感动的是这边的人情味。慧玲继续说，邻居之间经常互相串门，有什么好吃的都会分享。过节的时候，大家一起包水饺、煮汤圆，其乐融融。这种温暖的感觉真的让人特别幸福。慧玲还特别提到了台湾的文化价值观，这边特别重视传统文化，但又不会太守旧。比如说，虽然保留了很多传统节日和习俗，但对待年轻人的想法和生活方式都很包容，不会像大陆那样总是用别人家的孩子来要求自己的孩子。而且台湾这边的生活压力真的小很多。慧玲感慨道，房价虽然也不低，但是买得起房子的人还是很多。因为这边的薪资水平相对较高，而且有很多优惠政策。我们家就是通过青年首购方案买的房子，利息特别低。听到这里，我不禁问道，那你现在有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完全没有，慧玲坚定地说，虽然在异乡生活确实会有一些不适应，但是台湾这边的生活环境真的太好了。特别是对孩子的教育来说，我觉得在这里成长是最好的选择。你看我们家小朋友，慧玲说着掏出手机给我看照片，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一点学习压力都没有。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跟我分享今天在学校玩了什么，学到了什么，特别可爱。说到孩子的教育，慧玲又想起一件事，丽姐，你知道最让我震惊的是什么吗？这边的补习班生意特别冷清。我们社区虽然有几家补习班，但基本上都是国高中生在去，小学生很少去补习的。为什么呢？我好奇地问。因为这边的家长普遍认为，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慧玲解释道，如果孩子对某个领域特别感兴趣，家长才会考虑让孩子去学习。
绝不会像大陆那样，不管孩子喜不喜欢，都要去补习。听着慧玲的分享，我不由得想起现在大陆教育内卷的情况。那这边的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会不会输给大陆的孩子？慧玲摇摇头，恰恰相反。台湾的教育虽然看起来很轻松，但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一点都不差。你看台积电、华硕这些世界级的科技企业，里面的员工基本上都是台湾本地大学毕业的。关键是什么呢？慧玲说，台湾的教育更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老师不会给标准答案，而是引导孩子自己思考探索。这种教育方式反而让孩子学得更扎实，更有创造力。慧玲又补充说，而且这边的大学很重视产学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就有很多实践机会。我老公说，他们公司每年都会收很多实习生，表现好的就直接留用了。所以大学毕业基本上不愁找不到工作。听完慧玲的分享，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台湾教育的魅力。不重视分数，但重视能力；不追求速度，但追求质量；不强调竞争，但培养合作。这样的教育理念，不正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吗？所以慧玲说，我现在已经决定要一直待在台湾了。虽然工资可能比不上大陆的一线城市，但是生活质量真的很高。最重要的是，孩子在这里可以快乐的学习，健康的成长，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真替你高兴，我由衷地说。看着慧玲幸福的样子，我知道她一定会在台湾过上更好的生活。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慧玲的经历告诉我们，教育不是一场竞赛，而是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希望每个家长都能放下焦虑，让孩子快乐成长。也祝愿所有像慧玲这样勇敢追求梦想的姑娘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丽姐，我们下期再见。